这些疤再不拿出来晒晒，都要发霉了。咱们对儿子残父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家祖训必须让小峰成家，才能接手家业。我可等不了了。那最起码得让他先找到女朋友吧。帅哥，有车有房没？我在农村有宅基地，那个就是我的车。没车没房的乡巴佬，那相什么亲？活该你单身一辈子。小伙子，你对女朋友有什么其他要求没？阿姨，您看着这么年轻，你女儿肯定未成年吧？未成年不行。你觉得年轻就行？让阿姨做你女朋友吧。哎，阿姨，我有事，你先忙。爸，我绝对不可能接受联姻嫁给陈子洲那种到处留情的人。你要逼我，我再也不回家了。Just you know why. Why you 江玉娆，你是我的未婚妻，你居然背着我在外面养别的小白脸啊！不是，大哥，陈子洲，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你晚上是不是跟这个小白脸就睡了呀？首先，我没答应跟你联姻；其次，我刚跟李峰相亲成功，我现在是李峰的女朋友。你说什么呢？怎么啊？姐姐配不上你？不是你配不上，是我配不上你。这个土包子，你当然配不上了。原来以为你只是个小白脸，没想到你还是个穷销售。你骂谁呢？好了，咱不跟他废话，我现在就跟你回家，咱们走。啊，玉娆，你给我站住啊！玉娆，夏玉娆，下车，给我下车！臭小子，你要是敢开车的话，信不信我把你车给你砸了？砸我车？他妈的，江玉娆，我看你能养我到什么时候？注意注意，少爷回家了！大家注意藏妇！媳妇快，把你抱出去了！哦，吴大爷，赶紧把你这车给藏起来，别一会儿暴露了。董事长，少爷从城里带了个美女回家。美女？你确定？确定。哎呀，这小子！哎，太好了！小峰这次终于开窍了啊！可不就是嘛！啊，对了，赶紧准备晚餐啊！记住，食材一定要朴实无华啊，当然也不能太寒碜啊！是，快去！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收拾呀！刘哥，刘嫂，哎，回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哎，娆，给我站住！李峰啊，李峰，我原以为你是个穷销售，没想到你这么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儿不欢迎你。江玉娆，这里穷乡僻壤的，你看看，又脏又臭。我劝你啊，立刻跟我回去结婚，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小峰现在是我男朋友，他家就是我家，我家再怎么样，我都不会嫌弃。江玉娆，你就这么喜欢演戏是不是？好啊，我陪你演，我就赌你啊，我就赌你待在这不会超过10分钟的。爸妈，我们回来了。小峰，阿姨好，叔叔好，我是小峰的女朋友江玉柔。哎呦，小柔啊，你长得真好看，让我们小峰啊有福气了呀！哎，阿姨过奖了。表姐，这位是我的表姐。表姐好。哎，
你好像是李氏集团总裁梁伟问吧？什么总裁啊？我表姐就是土生土长的李家村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怎么可能是总裁？是吗？是啊，我要什么总裁的话，咱们一家人早出去住了。对对对，也对。哎，别愣着了，咱进屋说。走，进屋。进屋。喂，牛哥牛嫂，有闲杂人等，把他给我轰出去。是。哎，你们坐着休息一下，马上就开饭了。小柔，你别客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啊。谢谢阿姨。你们坐着聊，坐着聊。坐吧。你真打算做我女朋友啊？只要不嫁给陈子洲那个混蛋，真做你女朋友也行。陈子洲不好惹吧？怕什么？姐姐我罩着你。喂，是不是男人？这就不敢了？谁说的？行，我现在就去把他看看。还不走？快走！快走！他不用我赶了，自己跑了。这还不够，我要你去应付我爸。只要我爸对陈子洲彻底死心，我就正式做你女朋友。应付你爸？要不还是算了吧。好啊，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告诉你爸妈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别胡说呀！我帮你就是。哇，你家这沙发、这桌椅看起来好高级啊，好像是最顶级的木材。这些都是我们村木匠做的，用的都是后山的树。后山？这木材好像国内没有吧？这估计是看错了吧？这幅画是唐伯虎的《庐山观布图》，价值40个亿，这哪来的？40个亿！这些画能值40块钱都不错了。这些都是我表姐在地摊上买的仿品。这地摊上做的手艺都这么真啊？哎，妈，你没事吧？阿姨，我没事，就是头有点晕，可能是干农活给累的。媳妇儿，你怎么了？那个小柔，你快扶阿姨到屋里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啊。妈，别客气，走吧。哇，你家这椅子是紫檀木吧？紫檀木？这纹理，这细腻程度，肯定是紫檀木的。要想造这么一把椅子，起码得500万。500万？不可能，这些椅子都是我表姐在二手市场花500块钱买的。开饭啦！来，谢谢阿姨。没有这样的哈啊！走。哎，这个我家也有，说是极其罕见的龙血琉璃盏，要7万块一只。你们怎么也有？
7万块一只？不是，我怎么记得这是我姐在超市花7块钱买的呀？啊，这碗摸起来的触感和我家那个一模一样，不可能7块钱买得到吧？这有可能就是长得像而已。是啊，小柔，你要是喜欢的话，阿姨回头给你买2个啊。那可能是我搞错了。快点吃饭，小柔都饿了吧？没有啊，叔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鱼子酱。我们家呢，偶尔也吃点好的。今天正好去城里买了点回来。对，尝尝。尝尝。好。哇，好好吃啊！这和我之前吃到过的白鱼子酱味道一模一样哎。白鲟鱼子酱，听都没听过。这味道没问题啊，我从小就吃这个长大的。是。这绝对是白鲟鱼子酱。这一碗白鲟鱼子酱鸡蛋羹起码得10万块。10万块！小妇女怎么这么不行？表姐，你这都是在哪儿买的？我今天早上在集市上买的，花了我100多块钱呢。那老板说这鱼子酱的味道跟那个什么白鲟鱼子酱一模一样。那改天你也带我去买点儿，我一直想吃这个味道，就是太贵了。哎呀，你看，以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想吃啊就来家里啊！谢谢叔叔。快吃点。小柔啊，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收下。哎，阿姨，这使不得。收下。妈，你怎么还给银行卡啊？你撒开！这是我跟未来儿媳妇的见面礼，你瞎嚷嚷什么？拿开！小柔，你收下，这钱不多，就1000。收下啊！谢谢阿姨，谢谢叔叔。这1000块，我得拧多少螺丝？这1000万的见面礼不算什么。小慧。大叔，陈少，您这是怎么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女儿不愿意嫁给我，你什么态度？陈少，您放心，就算是绑，我也要把她绑到你们家去。可是她跟一个乡巴佬回家了。什么？那我现在打电话，就让她赶快滚过来。算了，我就不相信，真的能跟那个乡巴佬回家睡觉。明天再说吧。陈少，您放心，如果他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一定把他腿打断。再说吧。陈少，这件事情可不能影响咱们2家的友情啊！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这不孝的东西，把江家都给害死！姐，那个怎么了，弟弟？啊，没事儿，就那啥。想要这个？没有，这是我妈给你的，你就收下吧。好啦，姐姐不差钱，姐姐给你。这银行卡嘛，
我就收下做纪念了。真的呀？那我可就收下了。行了，上床睡觉。我和你。姐姐这样的大美女在你旁边，你都无动于衷。那个姐，你还是别这样了。知道不能这样，还不赶紧打地铺？真要跟姐姐睡一张床？哦，好。爸，对不起，今天我妈忌日，我去公墓园了，所以没去见后爸。听话就别回家了，不孝的东西！爸，你打我！打你！叔叔，周围这么多人呢，别动手啊！我教训我女儿，关你屁事！那您也要讲道理啊，人家去祭奠自己的母亲也没错啊。同学，谢谢你。你没事吧？要不我送你去医务室？不用，我没事。我回宿舍了。哦。 보기 위해 먼 길을 건너왔네요. 힘든 길인 걸 알면서도 그저 걸었죠. 谢谢。 I fly for you. 눈 감아 你看着我笑什么呀？没什么，只是觉得以前见过你。我怎么没有印象见过你啊？哎，关灯睡觉，睡觉。 喂，死丫头，你去哪儿了？你再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你要让我嫁给陈子洲，我就再也不回去。你要是回来，咱们还有的商量；你要是不回来，就别怪我走极端了。我要去奶奶那儿，要商量就去奶奶商量吧。没事吧？弟弟，你之前说帮我赶走陈子洲那个混蛋，现在可要兑现了？那我能做些什么呀？得到我爸的认可应该是不行了，不过可以得到我奶奶的认可。奶奶？我奶奶是江家的董事长，我爸就是个总经理，我爸特别怕我奶奶。您行吗？弟弟，不行也得行，姐姐我认定了。这就是我奶奶家了，待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我应该怎么做啊？我也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吧。我奶奶喜欢有学识的人，你是京大毕业，应该问题不大。你怎么知道我是京大毕业的？我猜的。这都能猜到？这不，哎呀，
看还是要不算了，我回去。哎，气氛都到这儿了，你要是跑了，我这就告诉你爸妈我怀了你的孩子。我还真是上了贼船了。走吧。站住！你给我站住！放手！陈子洲，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江云，你告诉我，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这个土包子家睡的啊？是啊，要不要我给你讲讲我和小峰睡觉的全过程？你真是个臭婊子呀！你是我的妻子，你怎么我……哎，说话就说话吧，动什么手啊？你真是个乡巴佬，敢跟我动手！陈子洲，别太过分。江玉柔，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我陈家联姻，不然你会后悔的。我不可能后悔。江玉柔，我告诉你，我们陈家现在正在跟李氏商谈开发东郊内湖的项目，价值几千个亿呀！到时候我们陈家就会独霸整个荣城，我打压你江家就是一句话的事。威胁我没用。江玉柔，只要你同意嫁给我，价值几千亿的项目我会分给你一份，要不然你就等着要饭吧。陈子洲，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的？我告诉你，江玉柔，是你爸让我来的。你不是想让你奶奶给你做主吗？巧了，我也想让江老太太给我做主。乡巴佬，到时候可别让我欺负哭啊！太嚣张了！我爸只想着利益，非要把我往火坑里推。现在能救我的，就只有弟弟你了。我怎么救你啊？哎呀，还是算了吧，咱们先回去吧。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跟姐姐走。直升机、游艇、别墅，哎呀，这些就是准备的材料，有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董事长，什么是拿得出手的？这些也可以留下，但的确还差点分量。哎，对了，咱们东郊内湖的项目准备给谁？陈家明天准备签合同。不行，小若家太穷了，家里资产只有几个亿。如果要是真的和小峰在一块儿，怕别人说咱们门不当户不对。对，我们把这1000亿的项目给江家。那陈家那边怎么交代？我们的项目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好的，董事长。喂，什么？怎么了？少爷空着手去江小姐家见她奶奶了。什么？小峰这次怎么回事？怎么能空手上门呢？小白，你现在赶紧拿着这些东西去江家。对了，把这个1000亿项目的合同也带上。是。奶奶在谈钱，小点声。哎，好。奶奶，小柔来了。奶奶，我带男朋友回来见你了，他叫李峰，他也是京大毕业的，特别老实上进。哈哈，小伙子你好啊。奶奶好。小陈啊，玉柔都有男朋友了，你看。奶奶，他们俩开玩笑呢，其实啊，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两家的情谊。妈，陈家对咱们很重要。你们来这儿，如果是提联姻的，就不必再说了。不，奶奶您误会了，我最近学了一首新曲子，想让您点评一下。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文艺青年，那让老婆子看看你的情谊。行，奶奶，那我就献丑了。哎，其实我也会。你也会弹？
好啊，那咱们俩各弹一首，让奶奶点评一下。凭什么跟你比啊？如果她没有我弹得好，我就让她在你的身边永远消失。不行，你怕了？小柔啊，比一下也没事儿。你知道奶奶最喜欢会弹古筝的年轻人。奶奶，这观其情意，知其品行。50年前，我和你爷爷就是因为古筝认识的。小峰，你敢比吗？那个，我试试吧。好，不错。年轻人啊，就得有闯劲儿，要勇于接受挑战。答不答应都不重要，要是不答应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滚蛋了。答应的话，你也只有输的份儿。爸，还没开始比呢。还有什么要比的吗？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会弹古筝呢？就算是会弹2下，这水平恐怕连考级都困难吧。哎，江叔叔，有句俗话叫做看破不说破嘛。既然他执意要比，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啊。等等，如果小峰比你弹得好会怎么样？不可能，你见过哪个农村来的会弹这古筝啊？这李峰就是一个乡巴佬，只有陈少这样的豪门少爷才能在古筝上登峰造极。那也要有赌注。好啊，那你说说什么赌注啊？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如果小峰要是赢了，我们婚约取消，从此不要再针对我们江家，也不要再来纠缠我。行，没问题。这就答应了。玉柔啊，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的，因为这个乡巴佬不可能会赢。好了，马上开始吧。对待古筝演奏，我会公平公正，你们也不用担心我偏袒谁。好，有奶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呦，好一曲高山流水呀！大弦草草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陈少此曲果然惊艳呀！奶奶，我弹奏完了。奶奶，我弹完了。好，小陈啊，你居然具备了大师的水准，我很难想象年轻人里面有谁会比你的琴艺更高。奶奶，您过奖了。现在该小柔的假男朋友来了。爹爹，你能行吗？我试试。怎么着？这还没开始，某些人就已经紧张了。就你这点胆量，你也配追我们家小柔啊？开始吧。这是渔舟唱晚，难度极大的。可以呀，没想到还真有2下子，但是也不代表一定能弹好。这么厉害的技法，一定有高人指点啊！奶奶，您坐这儿。妈，还是陈少技高一筹啊！小伙子，你这古筝是跟谁学的？这造诣，就是我这老婆子弹了半辈子的古筝，也是望尘莫及呀！啊，奶奶，我是跟我们家隔壁的吴大爷学的。吴大爷，我也认识一个吴大爷，他是全国古筝协会的会长，号称全国古筝第1人呐。哎，这肯定是个巧合。这个吴大爷呢，之前听说被首富李世家请去给他的孩子教琴，之后呢，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们村这个吴大爷呢，他叫吴建斌，哎呀，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吴建斌，我认识的也叫吴建斌啊。啊，
你看是这个吗？对，哎，就是他，他就是我们村的吴大爷吴建斌。啥？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你个乡巴佬，弹两下古筝你就飘了是不是？还说什么古筝第一人吴会长是你的老师？别扯这些了，妈，刚才的比试，我想你已经有结果了吧？奶奶，您这那还用说啊？当然是小峰赢了。奶奶，我就知道小峰不会让你失望的。弟弟，你真棒，姐姐回家奖励你。小陈啊，你已经很优秀了，但是输了就是输了，就按照你们刚才的约定取消婚约吧。奶奶，我不服呀！妈，咱们家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要是没有陈家帮忙的话，咱们家很快就喝上西北风了。奶奶，有个事忘了跟你说了，我们陈家明天就要和李氏签订合同，而且是价值1000亿的东郊内湖项目。1000亿项目啊？没错呀，奶奶，只要你同意将小刘嫁给我，决定了，我们陈家给江家300亿。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呀，奶奶。这300亿足够让江家成为本地的地头蛇，而我陈家在上京也会有一席之地呀。奶奶，您真的动摇了？小柔啊，奶奶得考虑考虑，奶奶不会害你的，但是奶奶也要平衡家族的利益。奶奶，乡巴佬，这下你能看出你跟我的差距了吧？我呀能拿出300亿，而你只能拿出300个鸡蛋呀！有钱了不起吗？玉柔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哎，你说对了，有钱就是这么了不起。小柔，快过来！你和陈少才是天生的一对儿，你这个乡巴佬，这辈子注定就是种田的。谁说我家少爷注定只配种田？梁总，表姐，少爷，我们是来给您下聘礼的。不是，你刚叫我什么？还有，他们叫你什么梁总？梁总，您是不是误会了？你怎么能叫他少爷呢？他就是个乡巴佬啊！乡巴佬？我家少爷那可是上京首富李氏继承人李峰。什么？少爷，我们来晚了。哎，你还没回答刚才我的问题呢。少爷，那个事情待会再说。我的天哪，表姐这是想装富，就为了帮我争场子，这能行吗？这是什么情况？你表姐是李氏总裁，你是李氏继承人，这些都是真的，为什么瞒着我？我也是刚才知道的。哎呀，算了，总不能拆表姐的台，只能配合她了。梁总，李氏的少爷，这怎么可能嘛？少爷，夫人让我问您，江小姐喜欢谁，好让人安排送过来。不用问我。梁总，你倒是给我个准话。你刚才说他是李家的什么少爷？这一点也不像是首富继承人，你是不是说错了呀？夫人让我送礼，没让曝光少爷身份。哎呦，那个表姐，你刚不会叫的是我在村里的外号吧？对，有什么问题吗？哎呀，外号！梁总，你刚才吓死我了，以后别拿我们开涮了。梁总，您这么大的人物，还给我们开这种玩笑？这世上可没有叫错的外号。梁总，那这事可就离谱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梁总啊，这小子已经和我们家摊上事儿了，您还是就别轻易插手了。陈子洲，你明天还要签署东郊的项目，怎么这个项目你是不想要了？没有，梁总，你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就是好奇，因为我好奇您是李氏的总裁，这不是李少，他怎么能是基层销售呢？糟了，装富不靠谱啊，要露馅了。其实我是李家捡来的孩子，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李家的栽培。我既是李家人，那李峰自然是李家的少爷。哎呀，梁总，那这就误会了，刚才全都是误会。
他们都叫表姐梁总，难道表姐真是首富李家捡来的？表姐，怎么会真的是捡来的？对，小峰，抱歉，一直瞒着你。行啊，表姐，你藏得够深啊！天，这小子是个假少爷。小峰，你这装是哪儿来的？哎呀，刚才弹琴的时候不小心被琴弦划伤了。你之前一直用的都是吴大爷送你的九霄环佩，什么时候用过这样劣质的琴？九霄环佩，唐朝古品，据说很早就被神秘买家花5亿买走了。吴大爷送我的琴值5亿。下意识说出九霄环佩了，言多必失啊！表姐，这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啊？陈少，这算是故意伤害，还是商业恐吓呢？你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这不是我弄的。人是在你这儿受的伤，怎么？难道你不该赔医药费吗？我这那个，哎呀，表姐，记住，不用。不行，必须说个数，让他赔。10块钱应该不多吧？那要不就这个数吧？1000万？怎么想的？我家少爷说的那是1个亿。我家少爷说的那是1个亿。1个亿对于陈家来说不算什么。我是有钱，我不是傻。那刚才他那伤口连半毫米都不到。干什么？这是呀！现在不是1个亿的事情，胳膊和腿儿，你选一个吧。你这手指头点石成金啊！你表姐对你这么好，我都有点吃醋。哎，表姐，我就只是想要10块钱吃泡面。你是想把他腿卸下来做碗牛肉面？这主意好。李少，我对不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以后你这样，只要你一句话，我陈子洲上刀山下火海都行啊！千万别卸我的腿呀！小凤，你怎么说？只要你以后不要瞧不起农村人，让他们走就行了。哎呀，谢谢李少，谢谢李少。等等，啊，梁总，小峰说不要钱，我可没说。半个小时，我要见到1个亿。半个小时？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凑钱去啊？你要是多耽误1秒，就多找1000万。表姐，你不会来就是为了陈子洲吧？你带这么多人是干嘛？差点把正事忘了，把东西都搬上来吧。江总，眼熟吗？这是前年苏富比流拍的汉白玉白菜，我当年出了8位数都没有抢到啊！这些东西的价值能顶咱们村10年的化肥钱了。江总，这些是我们给江家下的聘礼，您觉得怎么样？姐，这些东西都是爸妈让你送来的？当然啊，那个不是村口老王自己捏的吗？这个是永乐年官窑底款，怎么是村口王大爷捏的？你当姐姐傻呢？啊，不是王大爷捏的，那这东西也不可能是买的啊。小凤，你在想什么呢？啊，表姐和爸妈为了给我撑场面，买了这么多赝品，这得花多少钱啊？小凤，这些对于表姐来说都不算什么，给你挣场子最重要。看来不是赝品了，租来的不更花钱了吗？这是清乾楼珐琅彩花鸟，这是当年女娲补贴多出来那块五彩石，这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呀，少则1000亿啊！我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这么多的真迹。孩子，江家祠堂缺个镇宅的。哦，那个，奶奶，您说笑了。小柔，明天你就和小峰去领结婚证。不，我现在就给民政局打电话，让他们加班。小凤，这些都是真的吗？应该，可能，大概，也许。咋了，表弟？不相信表姐啊？随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啊？喂，什么？出车祸了？东西怎么样？行，我马上过来。表姐，出什么事了？我本来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出了点问题。不过没关系，我现在过去处理。梁总啊，您有事您就忙你的，小凤有我们照顾就行。好。那您慢走啊。小凤啊，叔一看你就一表人才，走进屋，叔给你泡上等的武夷山大红袍。呦，走。哎呀，小凤，你坐。不知道这款茶适不适合你的口味啊？我尝尝。真好喝。我平时在家也喝这个呀。啊，这可是1000万1斤的茶呀！梁总对你家真的是太好了。我表姐从小到大一直都对我很好啊。那你给说说你们家实际条件怎么样？哎呀，爸，小凤还没进家门呢，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要嫁的人，那爸不得问清楚点。江叔，我爸妈教我，钱多钱少不能定义一个人。那梁总那么有钱，就没说给你卡上打个10几亿玩玩？10几亿？这些数我想都不敢想。还有我表姐刚才说的1个亿，她是在开玩笑的。我觉得表姐不像是在开玩笑。哎呦，我月薪3000，哪敢要那么多数？我只是想问陈子洲要10块钱吃碗牛肉面。这个王八蛋竟然敢骗我！幸亏我留了个心眼，李峰，我告诉你，我在暗中盯着你呢。陈子洲，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梁总让你筹钱，还剩半个小时，不还，还人都没影了，凭什么还呀？我告诉你，我1分钱都不还，你能拿我怎么样？陈子洲，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嗨，还轮得着你对我说教？我告诉你，李峰，今天我不仅1分钱不还，我还要揍你呢！哟，这些是梁总送你们的藏品，奶奶，这些东西是假的呀！小周，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奶奶，我怎么能骗你呢？这些东西要是真的，它只能在发布会上出现。你看看这小子，一副的穷酸样，我估计啊，他连这些东西见都没有见过吧？妈，您懂得多，您仔细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小峰是个老实孩子，他不会骗人吧？梁总送来的时候，确实是说从李峰家拿过来，谁知道他会不会撒谎啊？完了，我说庄父不靠谱吧？你看看，他如果没有撒谎的话，能这么心虚吗？陈子洲，你怀疑小峰就是在怀疑梁总。我相信小峰。玉儿，我有时候就不明白了，他有什么好啊？你就这么护着他呀？没错，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行，那咱们今天暂且就不讨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问你一句话：这300亿的订单，江叔，你要还是不要？当然要，当然要。那你就拿出你们江家的诚意，让玉柔跟我回去完婚呀！陈子洲，你疯了吗？陈家在上京的地位可是实打实，这李峰虽有梁总撑腰，但本质上他还是个小喽。我相信啊，你们江家如果有了这300亿订单，就会在上京仅次于陈家。300亿！对呀，江叔啊，奶奶，而且我们明天就要和上京李家签订这1000亿的合同了。你想想看，到时候有我们陈家，那自然就少不了你们江家呀。小周，你说的都是真的？奶奶，我陈子洲说话算数。只要玉柔现在跟我领证，我保证以后你就是我们陈家名门贵族、人人羡慕的陈少夫人。1000亿订单，那岂不是可以和
梁总笔钱了。梁总算个屁呀！我明天只要签了这订单，我根本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啊！哎呦，哎呀，子周呀，你不愧是叔叔看中的人呀。小柔，就交给你了。爸，你怎么能变脸变得这么快？奶奶，你快劝劝我爸。今天谁劝都不顶用，今天必须嫁给陈少。这里面装的可是价值连城的顶级古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梁总放心，里边的东西绝对没有磕到一点。我已经叫人换来辆车，继续护送了。行，没问题就好。你抓紧时间办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给你奖励10万。谢谢梁总，我立刻出发。奶奶，好了，别吵了。谁是李峰？你好，我是李峰。梁总送给你的礼物到了。哦，你打开检查下，没问题的话我就走了。行，那个麻烦您了，谢谢。李峰，你还真是打肿脸充胖子，竟然雇个人让梁总给你送东西，你是怎么敢的呀？啊，是真是假？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离开的时候，表姐说给你准备了惊喜，说不定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呢。哎呀，这就是个假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呀？哇，好精美的古筝！小峰，这礼物好特别。这是昨天吴大爷说要送给我的那个古筝。就这个破玩意儿啊，有什么值得你们激动的呢？奶奶，您要是喜欢，赶明儿我让人去国外给你专门定制一把啊。李峰，你搞这么大阵仗，就弄来这么一个破古筝啊？你不能这么说，小峰，这是李家的心意。你再帮着这乡巴佬说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不管陈子洲今天送什么东西给江家，我都只会选择李峰。他不会真当真的吧？我这身份的确跟他不搭。小柔，一个上京贵族陈家，一个乡巴佬穷货，你但凡有点脑子，你就应该知道该选谁了吧？奶奶，我相信您是明事理的。妈，这件事情关乎到咱们江家的安危。小柔啊，你爸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我们江家虽然不求大富大贵，但是也得平平安安。小柔，你就别跟你爸争了啊！奶奶，你说什么？小峰对我非常好，这辈子我就只认定他了。对你好，就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忽悠你啊！你又不是3岁小孩了。这些都是梁总亲自送来的，还不能够体现李家的诚意吗？梁总又是梁总，梁总他现在人在哪儿？照你这意思，那没有梁总，他李峰什么都不是了，是吧？还有多久的？梁总，前台路口拐个弯就到了。但愿江家人能识货，对小峰好点。别怪我不客气。奶奶，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起早贪黑挣钱攒出来的，虽然不贵，但礼轻情意重啊。李峰啊，这假货还要存钱啊？闻所未闻。那如果说按照你的意思，这些东西是真的，那你就把这些证书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我没有那东西。没有？那你怎么敢说是真的呢？现在呀，你就带着这些垃圾东西滚出江家！
陈子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人。就你这个小蚂蚁的胆量，你敢打我吗？陈子忠，你别太过分！我呀，还有更过分的。别，你先把东西放下。今天我就要把你带来的这些垃圾，全部给砸个稀巴烂！住手！别！王八蛋！这是吴大爷送我的钱。年轻人不要冲动啊，不管是真是假，这看着也是一张好情啊。哎呀，妈，你可千万别过去，万一这小子动手打人怎么办？哎呀，小八郎，生气了，生气也没办法，只可惜啊，谁叫你胆子小，不敢动手打人呀？啊！你让我狗杂碎，竟敢打我！我小风，陈家我们惹不起。错的又不是我，是他太过分了，我还要打你！你俩听奶奶的，不要冲动，好好说话啊！哎呀，我跟你说，陈家的势力大，你不能得罪他，得罪他就麻烦了。小荣，你好好劝劝他呀！我呸！你个狗杂碎，你爹娘没有教过你吗？是叫素质，你竟敢动手打我！怎么弄死你！小风，小风，你不要冲动，陈家你不能得罪，得罪就麻烦了。不好意思啊，奶奶，我爸妈从小就教我要以理服人，今天是我失态了。你放屁！你个没开发的野蛮人，老子今天弄死你！给我拉一面包车人来江家，我要把李父的手脚剁碎喂狗！快！小风，你势单力薄，快走吧，快走！走吧。我跟谁敢走？等等，竟然是东韵古针。奶奶，这古筝很贵吗？东韵古针被誉为秦唐宝藏，制作工艺多且精细，这样的琴花100亿也买得到。100亿？100亿？不可能，这太离谱了。这琴就是吴大爷送我的，说了不超过500块钱啊！吴大爷怎么也掺和进来？到时候更解释不清楚了。你们都听见了，他亲口承认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钱呀！我阅琴无数，不可能看错。再说这是梁总送过来的，梁总不可能送假的过来吧？奶奶，这些东西如果是真的，那全部加一块超过几百亿的。梁文文就算是理事总裁，他不可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来呀。小凤，难道你家就是首富理事，你爸爸就是首富李董事长？啊，不可能，我爸妈就是农村种地的，绝对不可能。啊，那是我想多了。弟弟，你跟姐姐说实话，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家的，但都是我爸妈在二手市场上买的。那，你们都听见了，这个狗杂碎亲口承认了，这些东西就是假的。就算是假的又怎么样？我喜欢的是小峰这个人。老子的脸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护着他？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难道是我真的看错了？哎，小峰，你还有什么可以证明这把琴就是东韵古筝？奶奶，这重要吗？这重要。如果这个琴是真的，那吴大爷就是古筝第一人物大师，那小峰的家庭肯定不简单。只可惜啊，这个乡巴佬没有证据，就算是有，也是伪造。这琴是吴大爷送我的，我没有证书。你看，假的就是假的，怎么样也变不成真的。哎，我看呀，这些垃圾货，有可能是你妈去卖换来的吧？你，小峰，别激动，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看你呀，
就是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啊！还有啊，你们江家如果同意这门婚事，那以后就是乡巴佬生个小乡巴佬，你们江家在这上京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再怎么样也是我江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一定会后悔说出这句话。陈少，我们到了。小风女派，姐姐保护你。应该是我来保护你。没想到你还有不怂的时候。不过现在这情况，没事儿，我是个男的，我该保护你。今天谁也护不了你。哎，陈少，咱就别蹭了，你别忘了，你还是江家的董事长啊。陈子洲，你就不怕我表姐找你麻烦吗？别给我提梁文文！告诉你，等老子签下这大单，梁文文是他妈谁呀？他见了我都得管我叫陈哥，给我弄死他！是。狂妄！我叫你一声陈哥，你受得起吗？表姐，梁总，您不是都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不过是有事出去了，你就敢这么对待小芳？那我要是人不回来，是不是就被你给弄死了？我看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根本没有把我梁文文放在眼里。梁总，我敬你是因为你的身份和地位，可是你跟这个穷小子有什么血缘关系？凭什么这么护着他？不如咱们两家强强联手啊！我梁文文身价100亿，你陈子洲算什么东西啊？需要你来跟我攀关系？梁总啊，就算你的身份再高，你不还是有个穷表弟？穷？难道不是吗？这些东西全都是假货，不是穷是什么？难不成是看不起江家？这些东西都是我陪着舅妈去买。怎么，你觉得我梁文文会去买些假货？梁总，那这琴是真的啦？当然，这琴是吴大爷送给小松的礼物。吴大爷这人用东西可从来不用假货。陈子洲啊，你弄坏的是秦康宝藏。这琴是陈子洲弄坏的，那意思这些东西也都是你砸的了。50亿，陈子洲，转账还是现金？这些东西连证书都没有，我凭什么相信你呀？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佳士得的拍卖，你应该认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这绝对不是真的！梁总跟这小子连血缘关系都没有，还对得这么好，看来还是得抱紧这小子大腿。我明白了，原来是你们背后搞我，串通起来骗我，是不是？你陈子洲算个什么东西？需要我梁文文花时间来骗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东西全部加一块超过几百亿，你就算是一个极端总裁，你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呢？我不跟你废话，你恐吓我表弟，外加损坏了我这么多东西，赔钱还是赔命，你自己选。慢着，我们陈家明天就要和李家签订1000亿的合同，我告诉你，到时候谁跪着求谁还不一定呢。只要李氏集团的继承人不点头，你那合同就废纸一张。表姐，你看我干什么呀？不就是钱吗？我赔！明天咱们江家见，谁不来谁是孙子。江叔，那你一定要把玉柔给看好了，如果她能出现点什么意外，到时候你们江家变成什么样，我就不能保证了。子洲啊，叔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不会反悔。好，走。想办着再说，到时候真签了合同，这笔买卖不亏。哥，救我！
能不能有点豪门公子的气派？做事说话慌慌张张。不是啊，那个李氏集团的总裁梁文文，他要破坏我们跟李家的合作。什么？我们陈家好不容易和盛京李家打好关系，不能背毁。不行，咱们先去李家拜访拜访。走。你好，我们想进去找一下李总，谈一下明天合同的事情。抱歉，老爷不在家。明天就要签合同了，怎么会不在家呀？老爷回老家过生日，签约的事情，他让我告诉你们，过后再。哥，这明天要是签不了合同，咱们陈家就完蛋了呀！要是断了李家这根线，你就给我滚去非洲管矿！表姐，你送来这些宝贝，我没有看好，对不起。你道歉干什么？吴大爷那边还有好多亲呢，你回去慢慢选。不是，表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瞒？没有啊，我就是为了报答舅舅舅妈的恩情而已。报答恩情？可是这些东西的价值早就超过了报答恩情的。不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解释。小风，你是我的家人，这不仅仅是恩情。好了，我还有合同要签，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回见，回见。表姐，梁总再见。小风呀，陈家给你赔了钱，你打算怎么花呀？那是我姐的，你应该问她去啊。你们是一家人呀，她的就是你的。其实啊，叔叔觉得我们家小柔也不是不能嫁到你们李家去。爸，你真是见钱眼开，你这是在卖女儿。我这是为你的衣食无忧，为了江家。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再说一遍。我说100遍1000遍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家我是一点都待不下去了。小风，我们走。你走，你走你就别再回来了。江家的利益重要，小柔的幸福也很重要，你自己看着办吧。妈，小风，今天谢谢你。我也没干什么，都是我表姐帮的忙。那你喜欢我吗？啊？你问这个干嘛？你快回答我。唉，我们两个只是合作关系，过了今晚就各回各家了。你觉得经过今天这事儿，陈子洲还能放过你吗？而且你答应了我要赶走陈子洲，你没有做到呀。那怎么办啊？明天就是我爸的生日了，他不会来捣乱吧？我有办法。什么呀？我们假戏真做，生米煮成熟饭，这样陈子洲就娶不到我啦。而且江家和表姐一联合，肯定保护好你。不行，我妈从小就教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为什么不行？我不能用假结婚毁你一辈子。姐姐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你已经没有盖了章了，放心，姐姐会对你负责。我不用你负责。喂，你也亲了我，那你对我负责。我真是笨蛋，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还没认出我来。我一个月就3000块钱的工资，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姐姐，我有钱。好了，你再说我就要生气了。你表姐这么有钱，你之前一直都没发现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表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太奇怪了。要不咱们问表姐？那我给她打个电话。表姐，小风小柔约会呢？没有。表姐，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看中了一块地皮，打算买下来给你们盖婚房。1楼嘛，打算装个火锅店；2楼健身房；3楼 KTV；4楼给你们安个足浴店，怎么样？5楼嘛……别，
表姐，我们家啥情况我都知道，只不过你居然是李氏的总裁，你就算是总裁，你也买不起楼啊！这你不用管，表姐说能做到，那自然就能做到。表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哎呀，电话。喂，什么？有人要跟我抢地皮，我现在就来啊！那个，我还有事儿，你们先聊天啊，你们继续约会，继续。哎，姐，表姐这反应太不对劲了，总感觉我表姐有什么东西在瞒着我。明天叔叔生日宴我也去。你什么？我是你女朋友，应当去。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亲你。行，我带你去。哎，今天大家穿的都好漂亮啊！是村里有什么喜事吗？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喜事啊？哇，你们家村里人都这么有钱吗？交易都是金砖的啊！吴大爷，小峰啊，你手里那是金砖吗？这不是金砖，这是像金砖的巧克力。巧克力啊，巧克力要少吃，注意三高啊！吴大爷，今天村里是有什么喜事吗？小峰，你快回去吧，你爸会告诉你的啊。行，吴大爷，你今天很帅哦。差点露馅了。可不是嘛，幸亏小峰这小子单纯啊，没多想。咱们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就是为了等董事长宣布少爷继承人的身份。这一天终于要到了。你是想让我们一起去李家村？我们打听到李董事长比较思乡，而且他今年的生日啊要在李家村过，所以我想请你们跟我们一块儿去，正好见证一下我们陈家和李家的签约，如何？好呀，求之不得呀，陈总，陈少，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不过还有个离谱的事情，李峰这个杂碎居然跟李董事长一个村儿。什么？不过没关系，我们呢正好顺道看一看李峰他们家到底有多穷，居然也配跟我抢玉柔。好呀，这样最好，我倒要看看这个穷小子是怎么把我女儿迷得五迷三道的。老婆子，我也想看看小峰的家庭，还有小峰口中的那个吴大爷，到底是不是古镇第一人吴大师？哎，老李啊，我这2天去做了美容项目，这状态会不会太好了点啊？哎呀，没事儿，你就说是我过生日，美容院送的美容券，你去体验了啊。你这主意不错啊。哎呀，反正今天过生日啊，就要宣布儿子继承人的身份，咱们以后呀，再也不用藏着了。这一天终于要来了。爸妈，这怎么都不在家啊？可能出去买东西了吧？向荣，奶奶、爸，你们怎么来了？陈子洲来李家村找李董事长签合同，我和你爸呀，顺便来看看你和小峰。李董事长，他也是李村的人吗？是呀，我也没想到。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村还有这号人物？人这李家村那么大，成千户人呢，人李董事长低调藏富，你小子懂个屁！藏富？哎，算了，可能那个人真的很低调吧。奶奶、爸，你们吃饭了吗？还没呢。奶奶，您先坐，
我去给大家煮饭。啊，妈，您坐那儿。菜齐了，可以开始吃饭了。哇，好香啊！这不会是10万块1斤的胭脂米吧？哎，不会，我爸说这个米也就2块钱1斤，我从小就吃这个长大。你从小就吃这个长大的啊？难道是我看错了？奶奶，快吃饭吧，尝尝我手艺。哎，等等，这是俄罗斯钻石公司和新加坡顶级餐厅特意为李氏联名打造的钻石金块，你怎么会有的？小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说这筷子是超市做活动抽奖送的。哎，那个你们先吃，我去喂个鸡啊。等等，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我家的鸡饲料。这可是阿尔马斯鱼子酱，1两价格高达50万，你这2盒倒下去，600万就没有了。小峰，你实话告诉奶奶，您家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从小就在李家村长大，我们家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不可能，那条丝巾来自摩洛哥，纯手工编制，全球独一份儿，预估价值30个亿。怎么会呢？我妈说这些东西都可便宜了。这些东西是真是假，一问便知。老张、听雷，我给你们发个定位，过来帮我看样东西。好。这个小院儿啊，看着破旧，实则藏着宝呢。妈，你是不是真跟陈少说的一样，老糊涂了？爸，怎么跟奶奶说话呢？老张是农科院的院长，听雷是鉴宝专家，他们一到啊，真相即刻便知。东西在哪儿？快让我看看！听说还有古埃及爱雅王妃的丝巾儿，快让我看看！哎呀，哇！香气四溢，口感软糯丝滑，这可是胭脂米啊！听雷啊，丝巾看得如何？这确实是摩洛哥的丝巾，并且保存的十分完美。如果你们要拍卖的话，50亿不成问题啊！不可能，我妈说了，这些东西不值钱啊。家里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一并让我看一看呀！小峰，你把东西都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就这些了，你们随意吧。哎呀！这可是宋代汝窑的天青釉，学名叫玄文三足尊，全球存量极少，每一件都是博物馆的珍藏，价值连城啊！怎么可能啊？我爸说这个最便宜了，我们家平时都用它喂鸡。喂鸡！你们家真是暴殄天物呀！你们这……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白菜呀！女人吃了美容养颜，男人吃了强身健体，这个价值至少得500万啊！哎呀，这个碗也不一般呀！这个原材料应该是马格雷夫山脉的皮美矿石制作而成，这一个碗的价值大概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呀！
小峰家真的有这么多宝贝？小峰，你说实话，这些东西都是从哪来的？我爸妈说这些东西要不是邻居送的，要不就是我表姐去镇上商店买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类的东西，比如字画类的？我爸房间里还有很多。还有啊，光这些已经够吓人了。嘿，该不会是去哪儿偷了几个真的吧？不是偷的，我拿给你们看。那就这些了，就这些，你们看看吧。听雷啊，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呀？哎呀，这可是宋徽宗召集的瑞鹤图啊！这可曾经拍卖过4.5亿美元的天价呢！哎呀，你这幅也不错呀！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呢？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弟弟，你家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啊。就别在姐姐面前装了啊！我从来都不骗人，你们说的那些数，我只在大富翁游戏里面见过。哎，小兄弟，你这东西能卖给我呀？这些东西还能有人要啊？有，这些东西啊，我可以现在立马联系上京的财阀集团，给你报价100、200什么600亿，把你这些珍品都给我收藏了。你说的是游戏币吧？人民币，人民币。哎，只要小兄弟你把这东西卖给我，以后你就是我社会上的老大哥了。真能卖这么多钱啊？我有的钱就可以跟江家提亲。听雷大哥，这些东西你要多少我都卖给你。偷来的东西也能卖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要是偷来的，那他们全家那早被通缉了。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豪门啊？这也不可能。一般的豪门没有这种水准呐。哎，就算是首富来了，在这种东西面前，哎，那他也得抖3抖啊。如果这些东西真能卖出去，再加上梁总，这李峰岂不成了香饽饽了？爸，你这又琢磨什么呢？哎呦，小峰呀，是之前叔叔有眼不识珠玉，你不会怪罪叔叔吧？叔叔，你把玉柔养大，你的想法我都能理解。哎呦，这感情好呀！叔叔认识很多喜欢这些宝贝的人，不如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我帮你联系。爸，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可不是这副脸色。哎呀，我呀就是天生臭脸。小峰，别见怪啊。小柔，爸之前还怪你不选陈子洲呢。哎呀，看来是爸爸的眼光出了大问题。爸，够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没想到小柔的家人竟然这么势利眼，要是真娶了小柔，他们家就是吸血鬼。太过分了！至少小柔人还不错，你别这么着急下判断嘛。那又怎么判断？在我们还没有宣布李氏继承人之前，还有时间考验小柔和她的家人。对，咱们得替儿子好好把把关。走，咱们一起进去，看看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走。哎，爸妈，你们回来了。儿子，家里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叔叔阿姨，
小柔，小峰能找到你这么贴心又果敢的女孩子啊，是他的福气。阿姨，我在小峰身上看到了质朴和重情义，我很幸运遇见了小峰。哎呦，你这孩子真会说话。啊，哎呀，这就是亲家公吧？长得跟小峰一样啊，是吧？一表人才的。是，我是小柔的父亲。你好，你好。哎呀，你好。这是小柔的奶奶，江家的董事长。哦，董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是农科院的张院长，这位是鉴宝界鼎鼎大名的听雷大师。鉴宝农科院。哎呀，我们该不会露馅了吧？那个，想不到大家呀不嫌弃我们这个简陋的房子啊。要是有照顾不周的，还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我们这一家人特别喜欢这个环境，温馨。哎，儿子，你怎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啊，爸，听雷大哥说这些东西能卖很多钱，所以我就拿出来让他看看。哎呀，哪儿啊？这些东西啊，要不是那个村里免费发的，那就是左邻右舍那叔叔阿姨免费送的，怎么可能值钱嘛？李先生您真爱开玩笑，这东西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到手的。哎，这在上京呀，也得是那种家境特别深厚那种大家族才能拿到手。哎呀，大师瞧您说的，我们家呀，那就是普通人家，怎么可能那么厉害？是不是？普通。这李先生，对，哎，我知道您这是低调。李先生，您方便把这些东西的证书我看一下？我对这些东西特别喜欢，您出多少价，我全给您报圆了。证书。哎呀，不是说了吗？这都是免费送的，我上哪给你去弄证书嘛，是吧？哦，这没有证书啊？没有。那这来历就不清楚，这弄不好，这可能是偷的。听雷大哥，话可不能乱说。哎，我怎么乱讲了？你这东西没有证书，那这来历不清楚，那不知偷盗是什么啊？偷盗？这怎么得了啊？真是偷的，没有证书就是偷的。哈，你们把我耍得团团转，跟你们这样的人结亲，把我江家的脸都丢尽了。爸，空口无凭的话你怎么能信呢？我爸妈勤勤恳恳劳作了一辈子，他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哎，那你让你爸爸说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历是怎么来的，解释清楚。难怪一个农村出来的人家里能有这么多好东西，原来是你们通过不正当手段弄来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不是现在。你是不是想拖延时间，然后去弄假证书啊？我告诉你们，我们江家绝对不可能跟你们这样的家庭同流合污的。爸，你为什么选择相信外人，也不相信小峰和他的家人呢？我还没同意你嫁到李家呢，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了？小峰，爸妈教了你很多做人的道理，也培养了你为人处事的能力，现在到考验你的时候了。小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相信爸妈就好。小峰，我也相信你。要是我现在举报他们，岂不是大功一件吗？小柔，跟我走，回家去举报他们。你确定李董事长是住这个李家村？看这个样子，不像是李董事长常居住的水平啊。消息肯定是没错，这村子我都快找遍了，就剩这一家了。要不先进去看看。你们这样的家同流合污，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江叔，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你不能污蔑我们家。谁让你没证据的？我相信小峰和他的家人都不是那样的人。小柔，赶快跟我走，别在这丢人现眼。不会和你回去的。我要和小峰在一起。你不过来是吧？我现在就打电话举报他们了。是谁家这么破败不堪的？原来是乡巴佬的家呀！我还以为是个什么隐藏的大佬呢，原来是一个偷盗的贼呀！这儿不欢迎你，赶紧出去！啊，那你是有什么小秘密，这么着急赶我走，还是说怕我把你的丑事抖出来呀？啊？还不如把证书给拿出来吧。我相信小峰可以做到，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正是考验小峰的大好机会。哦，该不会是你昨天拿的东西是偷来的吧？好啊，你李峰，你把赃物当礼品，你这是想拖累江家呀？哼，你小子现在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啊？你现在为了这小子连江家的死活都不顾了吗？陈子洲，你别在这胡说八道，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陈少，我们查到李氏集团旗下的博物馆丢失了许多珍宝，宋徽宗的瑞鹤图、北宋的天青釉都在其中。哎呀，李家的确有这2个宝贝啊！到底是谁在谎话连篇？大家听得很清楚吧？啊，他李峰就是个贼！如今这个局面，你江家该选谁做女婿？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啊！哎呦，您太客气了。我们家小柔能跟子洲在一块儿的话，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告诉你们，我江玉柔就算死，也不会嫁给他陈子洲。江玉柔，你再说一遍。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不会嫁给你，他要嫁给的人是我。你放屁！玉柔，你可要想清楚，你要嫁给李峰这个乡巴佬，那你就在这穷乡僻壤里做一辈子村姑啊！嘴巴放干净点。瞧瞧，啊，瞧瞧，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就这点胆量，就是个孬种。好了，别吵了，直接报警吧，谁对谁错，到时候直接见分晓。你们这是欺人太甚！我们李家行得正，坐得端，绝不怕被查。但请你记住，污蔑别人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好啊，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看咱俩到最后是谁被带走？赌什么？如果你能证明这些东西是你们李家的，那我就跪下来给你舔个鞋嘛。但如果你证明不是，那你就要给我跪下来磕10个响头，敢吗？你现在要不答应的话，就当你输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江家不会吃亏的。小峰，别害怕，咱跟他们赌，我们深圳不怕影子斜。好，我跟你赌。好啊，那你就把那些所谓的珍宝的证书拿出来啊，在哪儿呢？鸡圈还是在猪圈里？都拿出来！东西拿不出来了吧？赶紧跪下给爷爷磕头！陈子洲，看来当初没有把你4肢打断是个错误的决定。蒋总，你这儿怎么突然过来了？你这小子胆子可真不小，敢在李家的地盘上撒野。少爷，董事长夫人。表姐，你怎么又叫我少爷啊？梁总，您刚才叫他们什么？这个梁总呢，从小是被李家收养的，为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所以才会尊称他。啊，原来如此。我们打算待会儿再公布小峰的身份，现在你适当的帮帮他。好。梁总，
昨天小周无心之失，多有冒犯，请您恕罪啊。那如果我让陈家在上京消失，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无心之失？好大的口气！待会儿我陈家和李家一旦签订了东郊开发的千亿项目，你梁文文就会立刻被我踩在脚下。没错，梁文文，昨天我们还以为是和你签，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只需要和李家的董事长签就可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梁文文，新董事长一旦上任，你是不是总裁那都是两说了啊。梁文文，如果你现在跟我们打好关系呢，说不定我们会捞你一把，而不是现在像你这样不识抬举。这一巴掌是替你哥挨，小的脑子不清醒，怎么大的也跟着糊涂了？梁文文，你敢打我？我们签好了合同，我让你跪下来叫我爷爷。好啊，我倒是很期待你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成功。该不会做了什么手脚吧？我这人向来明人不做暗事，倒是你3番5次在我面前演戏，怎么真当我梁文文是好欺负的？哎，姐，小心！没事儿，你瞧他这怂样，敢动手打我吗？你的安全最重要，把他们赶走就行了。走？我凭什么走？赌约还没有结束，我报去抓你们！你难道就不好奇这些东西哪来的？哈，你该不会说这些东西又是你送的吧？我为什么不能送？昨天这些东西加起来已经超过200亿了，再加上这些藏品，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出来的。你们见过这么有钱的吗？井底之蛙。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偷了东西再拿去卖，拿这些赃物去换赃款。你们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那如果我能拿出证书呢？好啊，如果你们有证书，那我就兑现承诺，我绝无二话。好，表姐，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就这些东西啊，这肯定是假的吧？啊！我告诉你，我已经联系了佳士得的公证员来帮我们做公证。我刚才已经通知他们来李家村了，你们这些人就等着进监狱吧。好啊，那我正好让公证人员来证明我们的清白。姐，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多证书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多麻烦，还是放在家里方便安全。那这些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啊？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买的啊。哎呀，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妈，这些东西该不会真的都是真的吧？看梁总气定神闲的样子，也八九不离十了。请问是哪里需要我们进行公证？就是他们伪造假的证书，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博物馆里偷来的。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肯定都是真的。还请二位帮我们查清楚，还我们一个公道。请放心，作为公证人员，我们一定会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出最准确的判断。经鉴定，这些证书为真，的确出自佳士得。这不可能呀！证书上的防伪纤维以及公章可以证明。谢谢你们还我们清白，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场赌约你输了，
就算这些东西是真的又怎么样？万一这些东西也是一币你们偷来的呢？陈子洲，你这大男人真就输不起啊！怎么，这赌约也不想认了吗？陈子洲，我不需要你给我舔鞋，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谁说我陈子洲输了？我现在就可以去上京找李家签合同，到时候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部后悔。哦，抱歉，我听到一个笑话。江玉柔，你是我的女人，你现在跟我走，跟我走！陈子洲，你放开我！你这就说放开了，雨柔都说了不跟你走，你再动他一下，你试试。臭小子，敢跟我抢女人！江叔，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跟不跟我走？你能确定能跟李氏签合同？我早就说过，100%签约。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天胜，做人不能出尔反尔。妈，我这都是为了江家。小柔，今天你要是不跟我回去，以后江家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就算你们都不认我，我也要留在这里。你留在这里也改变不了他们家这个贫穷的现状，你只有嫁给陈家，才能平步青云。平步青云？我不要什么地位，我只要和小峰永远在一起。你这个不孝女！江玉柔，你就是个臭婊子！这个穷货有什么值得你舔的呀？说什么？我说他江玉柔就是一个臭婊子，表面清纯，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臭婊子！敢动我们陈家的人，我要把你们李家村铲为平地，做成墓地。交给小芳，村里的人快到了吧？好了，小峰，咱不跟他们一般计较。好，江玉柔，是你们逼我的，你敢不敢承认你跟这个穷货的真实关系啊？小柔，陈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们呀，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他江玉柔为了跟我悔婚，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男人，是我亲眼看见的。小峰，他说的是真的吗？爸妈，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我和玉柔没在一起。小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我来说吧。当时我不想嫁给陈子洲，当我知道小峰也在找相亲对象的时候，我向小峰提出了假扮情侣的想法。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让你们失望了。傻孩子，爸妈怎么会怪你呢？媳妇儿，村里人都知道小峰交了女朋友，我们该怎么解释？我对小峰的喜欢是真心的。叔叔阿姨，不管李家是贫穷还是富贵，我都愿意和小峰在一起一辈子。臭小子，便宜你了。玉柔，你不会后悔吧？后悔啊？是后悔怎么没有早点遇见你。我说你们恶不恶心？我还待在这，我还没走呢。既然江家不知好歹，等我们和李家签完合同，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你说什么？上京董事长李红宇指明不跟我们签约。哥，你刚才说上京董事长叫什么？李红宇。没错，就是我。这一天终于来了。爸，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你们不是很好奇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稀世珍宝吗？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找李氏集团合作，有没有想过
李氏的李是哪个李吗？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姓李的多了去的，这一定就是巧合。你不认我？那你认不认这个公章？这绝对不是李家，这绝对不是李家董事长的公章，你一定就是仿刻的。执迷不悟。我没有执迷不悟。李总，我们来参加你的生日了。吴大爷，董事长、夫人，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带着大伙儿来了，来的刚好。国家狗真协会会长吴建斌，真的是你呀！老人家您好，大娘是我，您好。你们几位不是李氏集团旗下分管钢铁、石油、游艇、航空的周总、罗总、谢总、孙总吗？爸，你真是上京李氏的总裁？没错，而且你是唯一的继承人。哦，那你们为什么要瞒我啊？孟母为何3000，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为了从小培养你上进、知足、美好的品德，我和你妈聘请了全国最优秀的人，希望你能够明白爸妈隐藏身份的良苦用心。小峰，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舅舅舅妈他们真的是为了你好。你真是被捡来的？其实不是，但是为了藏富，所以我就认了舅舅舅妈他们，真的当了一家人。不，让我静静。哎，小峰，叔叔，我去看一下小峰。快去。都怪你！要是儿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要跟你离婚。哎呀，给小峰一点时间，他会理解我们的苦衷啊。原来躲这儿来了。小峰，叔叔阿姨他们瞒着你是不对，但是呢，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呀。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不是羡慕你家多有钱，而是羡慕你有一个这么为你着想的父母。他们为了你甘愿放弃都市生活，陪着你吃苦，这是很难得的。我是在怪我自己，他们辛苦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厚望。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你还记不记得在大学门口，你替一个女孩挡下父亲一巴掌的事？叔叔，周围这么多人呢，别动手啊！那个女孩是你？第一次我对你一见钟情，第二次上天让我遇见了你，第三次没有第三次。从今往后，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那个舅舅担心你们，让我出来找找。哦，走吧。哦，我给爸煮的长寿面，咱们一块带过去吧。爸，这是我们给你做的长寿面。儿子，你不生爸妈的气了。其实我想对你们说一句谢谢，辛苦了。我还挺喜欢继承人这个身份的。人生如戏呀，没想到咱们江家也能和上京李家成为亲家。爸，在给你庆生之前，我想做一件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爸妈是你永远的依靠。
李峰啊，不，李少，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您那个大人不计小人过，能不能放我一马啊？对，我和小周都知道错了，麻烦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合同带了吗？哎，带了。你看，我就说嘛，咱家李少宽宏大度，肯定是签合同的。我们李家的合作方，第一看的就是人品。你陈子洲不配，今天是我爸的生日，我不想对你动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自己走。李峰，你今天要是不签这个合同，你信不信我把这生日宴给你变成骚宴啊？是吗？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是你自己不珍惜。牛哥牛嫂，少爷有什么吩咐？有人要在我爸的生日宴捣乱，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是。干什么？啊！要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放开我弟啊！干嘛？放开我弟！江叔，小峰啊，哎呀，叔叔知道错了，你不会也把叔叔给拉出去吧？玉柔说我爸妈的所作都是为了我们家，想必您的所作也是为了你们家。但是你忽略了一点，你没有在乎玉柔的感受。乖女儿，爸错了，爸光想着江家了，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是我们送给董事长的生日礼，以及少爷的回归礼到了。知道老爷你喜欢钢铁，所以专门用黄金给你打造了这钢铁主题摆件。听说董事长很喜欢月球，所以我特意派人去了月球一趟，给您带回来了月亮。这么多年，你们培养小峰辛苦了。是我该感谢李董事长，要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轮到表姐出场了。小峰，东郊那块地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你和小柔的婚房。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才10个亿而已，我还觉得太便宜了呢，收下。哎呀，这是表姐的心意，咱就收下吧。啊，老婆都发话了，你还敢不听？哎呀，表姐，你说什么呢？谢谢表姐。舅妈，咱们呀该选黄道吉日了。那是不是先谈一谈彩礼的事儿啊？哎呀，爸，哎，该谈啊。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那张卡吗？嗯，其实那张卡里面啊不是1000，而是1000万。我李家的儿媳妇必须得配最好的，我们还得准备88亿的彩礼，直接就打到你的那张卡上。阿姨，这太贵重了。这算什么？东郊开发的枪印项目，小峰直接给你们签。阿姨，这我们要不要仔细评估一下？还叫阿姨啊？妈，爸，哎，亲家，走去选个黄道吉日啊！走。弟弟，以后可就把我自己交给你了。那个，会不会有点太快了？还想要更快的吗？啊？今晚我们是一辆车。这不好啊！姐姐，我说了算，走。啊！